领证前几天，我身体不适，查出怀孕了。本来是很开心的事，结果我们正要去民政局的时候，离婚的大姑姐突然出现，拿出一份嫁妆清单给我。绵绵啊，这是我们家给儿媳准备的嫁妆单子，你既然和我弟弟结婚，那也应该照着单子准备嫁妆才是。你同意就按个手印，再去领证也不耽误。我迟疑地拿过单子，好家伙，陪嫁188万，市区全款房子一套，还要一辆30多万的车。我把单子推过去，大姐，当初说好的彩礼8万全部返还，我家陪嫁相同的金额外加一辆车，你家答应的啊？戴姑姐往后一靠，一脸算计地看了一眼我的肚子，那是之前了。绵绵，你这现在不是怀孕了吗？以后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再说你爸妈就你一个女儿，这些东西早晚都是我家的。在一旁一直沉默的男人扯了扯自己姐姐的袖子，姐，行了，以后再说。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李耀辉，你什么意思？你也这样想的？李耀辉眼神闪烁地看着我，一副为难为我好的样子。绵绵，我姐话虽然说的难听了一点，但是也没错啊，我以后一定孝顺咱爸咱妈。啪！莫等他说完，我一巴掌狠狠呼了上去。我爸妈用得着你孝顺？分手，这婚不结了。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偶然翻开一本旧书，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欢迎来到时光书房，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那我们故事开始。打完，我直接转身下车离开。这还没领证呢，一个个就开始原形毕露。我是怀孕，不是和他们李家签了卖身契了，浪费我时间和感情。知道我怀孕了想拿捏我呢，正好老娘我还不接了。下一秒，大姑姐恼羞成怒的声音传来，程绵，你今天要是敢走，以后你大着肚子哭着求着也别想进我李家的大门。我慢慢停下脚步，转身，李娟得意嚣张地看着我，怕了吧？你乖乖。哦，突然一阵犯恶心，看了一眼僵住的两人，没忍住。可能宝宝也莫想到这世上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吧。当你李家是金银宝殿啊，谁都想进，之前都变卦过一次了，现在还来这一出。李耀辉是从县城考到海市来的，为人也上进努力，处事圆滑周到，主要是长得好，清俊帅气，所以单位的一个领导介绍我们认识。经过了解，我们都觉得还行，就确定了关系。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照顾着他家的经济情况，我们商量着也没有多要，就彩礼18万。房子李耀辉说他们家付首付，婚后我们一起还贷款，因为我俩都是公职人员，抗风险能力强，而且如果全款要欠债，他没有父亲跟着母亲长大，现在母亲年纪大了，还是要他悬，还不如分期压力小。我想着好好过日子，也没时磨就同意了。我家这边明面上也是陪嫁18万和一辆车，也是为了他们家面上好看。实际上我爸妈给我的陪嫁远不止这些东西，毕竟我家就我自己一个孩子。结果他们家农村的房子拆迁了，分了2套房和50万，好像腰杆瞬间直了起来。又不知道在哪儿听说要搞什么婚前财产，不然以后家里的钱房什么的都要分给媳妇一半的，非拉着我去签婚前协议。我当时就有点无语，谁惦记他家那3瓜俩枣啊？回家和我爸妈说了，我爸有点不开心莫说话，我妈倒是笑了笑，这样也好，省得以后攀扯不清。当知道我现在名下有海市2套房产，一套市中心大平层，
一套别墅，存款100多个，还没算金饰首饰的时候，当时就变了脸色。李耀辉他妈嚷嚷着不签了，都是一家人，签这个太外道了。我妈可不惯住，还是签了吧，毕竟是你家提出来的，现在突然变卦不签，好像是图什么似的。最后到底是签了，只是男方脸色不好看，闹得有点不愉快。李耀辉也带点不满地问我：绵绵，你怎么把你家的情况瞒着我呢？我们都是要结婚的人了。我有点不解，哪里瞒着你了？你也没问啊。退休后，我爸妈就住在之前单位分的小洋房里住，地段很好，就是时间长了成了老房子。我平时租房子住在离单位很近的公寓，物欲也不强，就是正常的消费。和李耀辉交往后，大多花销我们都是 AA， 甚至现在他开的车都是我的，因为他住得远，通勤时间长，就一直给他开着。后来县家长好像确实没有提过家里条件的事，因为他家庭条件一般，故意说好像在炫耀一样。不欢而散的第二天，他就上门了。绵绵，我姐回来了，她被婆家欺负，身上都是伤，我就这一个姐姐，不能看她落难不管吧？合情合理。所以你想，那个男人说离婚要10万块钱，我姐一个家庭主妇，哪里拿得出来？我妈他们就想着，能不能先用彩礼，等以后手里松散了再还给你。我沉默着没有说话，在她忐忑的眼神下，我答应了，还是心软了。想着女性安全，被丈夫家暴该多磨无助，拯救一个算一个。而且我确实不缺那些钱。后来他把姐姐接回来，带我回家吃饭，他母亲姐姐好像本该如此一样，反而对着他儿子弟弟大夸特夸。我儿子就是本事大，之前那个镇长的女儿都上赶着喜欢呢，连彩礼都不要，然后挑剔地看着我，好像我占了好大的便宜一样。就是我弟弟那可是我们村第一个考上清大的，从小成绩就好，拿奖学金都拿到手软。绵绵啊，嫁给我弟弟你是真有福气，以后一定要好好相夫教子，不然啊，错过他这个金龟婿以后哭都没地方哭。然后把围裙递给我去，把厨房的菜做了。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我办了一件蠢事，对认知低的人退步，他们反而会认为你怕他们，把你的礼貌教养当成好欺负，把手中的水杯放到茶几上，慢悠悠开口：大姐，不是李耀辉本事大，是我好心，要不是我，你还在挨骂挨打呢，哪儿能现在神气地坐在这儿？李耀辉和我在一起是他的福气，是我的晦气。这菜啊，你们就找那个镇长家的女儿做好了。站起身，踢了一脚拿过来的礼品，这东西不值钱，拿去喂狗吧。他还知道对我摇摇尾巴呢，没管后面破口大骂的场面，直接离开。本来是动了就这样算了的想法，谁知第二天，李耀辉和我道歉，说他妈和姐姐没文化，不会说话，别跟他们一般见识。我是嫁他这个人，也不是嫁他家里人，以后也不住一起，让我消消气，然后继续接我上下班，嘘寒问暖的。我想了想，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在一起1、2年了，他为人上进，对我体贴，况且李耀辉长的确实对我胃口，整天看着也赏心悦目，也就欣然接受了。直到1周后我查出怀孕，说好的先领证，现在又闹这出，真是浪费我时间。身后李娟的声音持续输出：程绵，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小辉都和我说了，你体质特殊，不能打胎，离了我弟弟，我看你大着肚子，那个男人敢要你，大姐你眼里也就只剩男人了吗？离了男人活不了吗？死丫头，你胡说什么？谁离不了男人？谁破防就说谁喽。李耀辉跑过来拉住我：绵绵，不分手。
我姐她就是说的气话，我怎么可能不要你呢？要不，你先答应了。你放心，我不要的，就是给我家人看的。我真的气笑了。这姐弟两个，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光明正大想吃我家绝户，直接甩开手，我用你要我吗？那陪嫁是你彩礼的10倍，那就不是你娶我，是你坠我。你来我家过，孩子和我家姓，成绵，你怎么能这么说？李耀辉脸上没有了从容，开始恼羞成怒。我姐说的没错，你就是看不起我，嫌弃我是农村来的。你一个女人手里拿那么多钱干什么？你还怀着我的孩子，将来还不是要我给你爸妈养老，还要养你们，早晚要交给我管着。我不敢相信，1年来和睦相处，样样体贴的枕边人，心中竟然是这样不要脸的心思。首先，我爸妈有能力给自己养老，连我都不用替他们操心。其次，我是不能打胎，但是孩子我有能力可以自己养，他的爸爸不会只能是你。蠢货！说完没有再和他们纠缠，直接打车离开。看我直接上车离开，李耀辉脸色难看异常，李娟也在后面气得直跳脚，关上车门跑过来。你看看你找的这个媳妇，还没结婚就蹦到脸上来了，结了婚还得了？这城里的女人就是不安分，手里那么多钱，那肚子里的还不知道是不是咱们李家的种呢。我就说了让他把钱给你保管，有错吗？这都不给，可见不正经，还天天打扮的狐狸精一样，肯定是勾引男人的。李娟越说越气，她现在对我这个大姑姐都这么不客气，之前还说我和妈不如狗，现在都怀孕了，还这么嚣张，就得给她点颜色看看。李耀辉阴着脸行了，姐，说了等结婚过后再说。你怎么那么沉不住气？等结婚后，还不是任我们拿捏？行了，还不是你调教的不好？在我们老家，哪有女人敢和自己男人顶嘴的？我就不信，她怀着孕，能坚持几天？以后她除非跪住求我，否则别想好好的进咱家的门。反了她了。李娟狠狠地说。我回到家后就开始搬家，把单位旁的公寓退了，之前买的结婚用的东西和联系的场地都是我出的钱，现在统统退了，直接回我妈家，把来龙去脉和他们说了，竟然肖想我家的家产，怎么这么厚颜无耻？妈妈气得脸都泛红了，抱着我，是妈妈莫帮你把好关。当初签婚前财产的时候，我就应该坚决阻止这门婚事，也就不会让你中间遭遇这么多烟杂事了。我抱着妈妈，没事，没事妈妈，我也还回去了。我爸这次倒是没有那么生气，拿着报纸，本来我就不怎么同意你俩的事，但是看你愿意，想着家里总能护着你，就没阻止。能在领证前知道他们的真面目，也是及时止损。是好事，家里就是养着你和孩子一辈子也绰绰有余。过2天你叔叔要调回来，通知你大伯和那几个堂兄弟们，咱们吃个团圆饭。太好了，杨阿姨要回来了，我最喜欢她做的粉蒸肉了。妈妈也缓了过来，摇了摇头，都要当妈的人了，还就知道吃。就在我以为说了分手，他们几天也没联系我，一切都结束了的时候，去接堂哥吃饭的路上碰见了正在路边等公交的李娟和他妈。我一开始没有注意，和堂哥说笑着准备上车，一道尖利的喊叫划破平静，站住，给我站住！刻薄的声音越来越近，我吓了一跳，转身想看看是谁，只见2个女人扑了过来，猝不及防，我被2个人推搡到车上，头发被扯了一下，疼得我眼泪都下来了。我想还手躲开，但是被2人死死按在车门边，背上挨了好几巴掌，耳边是2人肮脏不堪入耳的辱骂。贱人，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几天没动静，
原来是勾搭男人了。大家快来看啊，这是我未过门的儿媳妇，怀着我儿子的重，嫌弃我家穷，来这儿私会野男人。呸！妈，他这肚子里还不知道是不是我弟弟的重的，指不定是哪个野男人的，来咱家找接盘的呢。骚货，贱人，敢给我儿子戴绿帽子！周围人慢慢围过来看热闹，这辈子没有这么丢脸过，被他们满嘴喷粪，胡搅蛮缠，气得我发抖。力量的差距使我挣扎不开，额头上冒出一层细汗。幸好堂哥及时下车，一把拉开蛮横的两人，按住了他们的手，护着我。我瞅准时机，左右开弓，一人2巴掌，顾不上什么知理得体，不出这口恶气，我会憋疯的。堂哥把两人推到一边，怕我气出好歹来扶我，我则趁机靠着他，又抬腿踹了2脚，才算是勉强消气。然后我打开手机，已经报警了。15分钟后到，你们涉嫌公开场合侮辱他人、诽谤罪、殴打他人、寻衅滋事，依法可判处5年以下3年以上有期徒刑。真以为我程家是好欺负的吗？李娟肿着脸，捂着肚子，你也动手了，给我们打成这样，别想好过。我弯腰戏谑地看着他，悄声，我是正当防卫啊，不构成犯罪哦。然后站直身体，大声质问，你们一家看我怀孕，拖着不办婚礼，你们彩礼8万8，让我家出188万的嫁妆和市中心1套房，外加一辆30-40万的车，还嫁给你们家是我的福气，谁嫁到你们家是晦气才是真的。看我爸妈就我一个女儿，算计着吃我家的财产，我不同意，提分手，就来败坏我的名声，心思怎么这么歹毒？李娟大声反驳，我们做错了吗？你们结婚这些还不都是我弟弟的，提前拿过来，有什么不对？你一个女人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他妈也是眼神刻薄的，还怀着孕就涂脂抹粉，花枝招展的，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那都是我儿子的钱，我还没说什么，周围的人看不下去了，这是打哪儿来的封建余孽啊？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刷新3观了。就是，看人家女孩是独生女，想吃绝户，吞财产，以为人怀孕了就能随意拿捏了，结果人家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分手，没招了，这才急了。他们搞笑呢，只是怀孕又不是不能打胎，而且看样子人家女孩家里条件不错，就是不打人家也养得起，恼羞成怒吧，一阵忙活，结果就相当于捐了一颗精子，啥也没捞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总结得好，精辟。我挑了挑眉，看着对面两人，长红着脸吼道，你们胡说八道什么？她嫁到我们家，就是我们家的东西，可是人家莫和你儿子结婚啊，就算结婚了，那也是人家父母的钱，他自己名下的也是婚前财产，和你们一点关系没有哈。你们，哎呦，哎呦，李耀辉他妈捂着心口，看样子就要晕倒的样子。周围人迅速后退一步，大妈，这儿可都是监控，讹人是行不通的。我话音刚落，警车就来了，一看远景真来了，他妈惊慌之下还真的晕了过去。李娟眼神一转，扑到他妈身上就开始哭天抹泪，娘啊，你怎么了？怎么被打晕了？你有个3长2短，我可怎么办啊？我瞪大了眼睛，这么无耻。远景下来之后，女警官来到跟前，看着地上躺着的老人和身边哭嚎的女儿身上的伤，冷眉看向我和堂哥，厉声问道，怎么回事？谁报的警？我报的。像是有些诧异，是我报警，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报警？看着他一副质问的语气，是把我和堂哥当成闹事的了。正想开口解释，
周围的群众也看出不对，先开口了：远景同志，闹事的是那2个。对，我们亲眼看见他俩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打这个姑娘，这姑娘还怀着孕呢，还一直对这个姑娘羞辱谩骂，可难听了，一家子贪人女方家的财产。一旁本来还哭着的李娟利落地站起来，中气十足：你们胡说八道，是这贱人小娼妇不安分勾搭男人，还有他家就他一个赔钱货，以后还不是指望我弟弟给他们支门户养老，那他家的东西就都是我弟弟的，哪里贪了？我真的无语死了，指着在打电话的人，那是我堂哥，亲的，我和你弟弟分手了，知道吗？我家的东西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知道吗？女警都惊了，世上竟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往后一挥手，带回局里去做笔录，又看向地上的人，打120，然后对我态度好了一点，麻烦和我们去一趟警察局，他们身上都有伤。准备离开的时候，女警犹豫了一下，还是别闹太僵了，以后怕是日子不好过，你还怀着孩子。他话虽然难听，但也没错。认真的吗？这是一个远警说出来的话，带着自认为的好意干扰当事人的判断决定。我很反感，没和他废话，走到刚打完电话的堂哥面前。到警局后换一个负责的远警，听到我的话，那名女警很是恼怒，上前来想说什么，我直接打开堂哥的车门坐了进去，做了笔录。我不同意私了和解，直接跟着堂哥回家了。紧接着李耀辉的电话就打了过来，绵绵，你怎么把我妈和我姐弄到警察局了？太过分了，你这样还怎么进我家门？这几天你莫好好反省吗？听着电话里的指责，我冷哼一声，反省你爹啊，你既然给我打电话说这事，应该都知道来龙去脉了吧？所以你的第一反应是来指责我。李耀辉，你多大脸啊？我们分手了，是陌生人，你用什么身份指责我？你妈和你姐是犯罪了，不道歉就别想出来。见我居然这样坚定不让步，李耀辉顿时就怒了。程绵，你别给脸不要脸，看在你怀了我的孩子的份上，我已经对你诸多忍让了。你最近的所作所为太让我失望了，如果不是我一直在我家人面前说你的好话，他们都不让你进家门。还有我愿意给你爸妈养老，养着你，你就应该谢天谢地了。人在无语到极点的时候真的会笑一下。谢天谢地我莫嫁进你家。你，突然李耀辉收敛怒火，轻笑了一声。程绵，你还不知道吧？我要升职了，是咱们单位的3把手了。你爸之前认识的那个领导已经调到外省了，你好好考虑一下吧。我现在结婚也不是非你不可，签了和解，给我妈我姐下跪道歉，我就看在你终究怀着我孩子的份上，再给你一个进门的机会。我的思绪被升职2个吸引了注意，隐约想起我爸曾经给我们单位的1把手赵叔叔打过电话，说李耀辉是他未来女婿，让他多多提携来着。赵叔叔是我爸的学生，李耀辉不知道他和我们的关系。至于他提到那个领导，只是我爸之前的一个下属的下属，他应该还不知道我已经从那个单位离职了。这一说倒是提醒我了，应该给赵叔叔去个电话。我和李耀辉崩了，而且是闹翻的分了，威胁我。李耀辉，你还不够格，看来你之前和我在一起是为了我家的户口财产啊，现在以为靠自己升职了，不装了。沉默了一会儿，李耀辉，是我自己眼瞎了，找了你这么一个狼心狗肺的畜生。这1年多你伺候的不错，你妈和你姐在警局住的这段时间是我给你的报酬，我为我这1年付出的真心感到恶心。没理会电话对面的气急败坏，直接挂了电话，坐在沙发上好一会儿没有说话。怎么能不难过呢？这1年来的快乐，
温柔体贴都是一场算计。突然觉得自己很可笑，还和朋友说自己好像找到了爱情，整天傻呵呵的和他们分享自己的喜悦。良久抬手抚上还没有显怀的肚子，你觉得妈妈傻吗？是个笑话吗？既然是一场孽缘，那就亲手斩断它。抬手拨出去3个电话。第一个，和堂哥坚决表示绝对不和解，多多关照，让他们好好在里面受着。第二个，给赵叔叔去了电话，先问候几句，然后说了来龙去脉。李耀辉以后就和我家没有任何关系，并邀请他来家里吃饭。第三个，给熟悉的汽车修理店打电话，叫几个壮汉，把我差点忘了借李耀辉开的车砸了，狠狠地砸，已经脏了的车，不要了。打完电话我只觉得一阵轻松，晚上就吃上了杨阿姨做的粉蒸肉，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难得这次家宴都到得整整齐齐，看着和蔼的长辈和温和宠溺的哥哥姐姐都小心翼翼地照顾着自己和肚子，却绝口不提孩子的爸爸，心里暖暖的，一点难过也没了。我啊，有的是人疼，走错了一步，拉回正轨就是了。这边从程绵挂断电话之后，就内心一股无名火发不出来的李耀辉，脸色阴沉，真当自己是公主了？还以为我会哄着你吗？贱人，反正不能打胎，等你带着肚子来求和好的时候，看我怎么弄你。不跪着给我和家人磕头认错，把钱乖乖奉上，就等着被戳脊梁骨踢出家门吧。接着就去忙他妈和他姐的事了。没办法，程家就是要关他们几天，只能受着。这还只是刚怀孕呢，就给婆婆大姑姐下马威，看看你找的好媳妇。李耀辉他妈拍着腿嚷嚷，霸着钱不给，还在外面抛头露面，涂脂抹粉的勾引男人。他知不知道自己是订过婚的人？不检点。李娟极恨地嘟囔，行了姐，要不是你不按计划来，提前打草惊蛇，还和妈当街出手，他现在早在我们手掌心了，想怎么搓磨就怎么搓磨，哪用得着现在他逞威风？照顾好妈，用不了几天你们就能出来了。我现在准备升职了，等他坚持不下去来求和，有的是时候给你们出气。第二天上班，一进单位的大门他就感觉不对，总觉得路过的同事都看着自己窃窃私语，他还暗暗窃喜，看来他们是知道我要升职的消息了。这样想着更加的昂首挺胸，刚坐到工位就有人来喊，李耀辉，周处长让你去一趟他的办公室。看着同事异样的眼光，他一脸的得意，肯定是宣布我要升职了。同事则是交头接耳，他是傻了吧？被调到郊区小乡镇的办公室，他神气什么啊？不知道，可能是遭受打击太大，神志不清了吧？其实我早看他不顺眼了，在领导面前拍马屁就算了，当他上进，可是把别人的辛苦做出来的成绩揽到自己身上就恶心了。关键不知道咋回事儿，处长还挺关照他，只是这次不知道咋回事儿，得罪领导了。有可能，咱单位的一枝花，程绵也是眼瞎的，就看他一张脸了。哎，你说以后知道了他的真面目，会不会闹啊？肯定啊，只是听说程绵怀孕了，估计就这样了。说的人悄声道，前几天我在朝阳路口看到程绵和李耀辉吵架，离得远，就隐约听到什么怀着孩子，彩礼嫁妆什么的，闹得很不愉快。你们说，程绵是海市本地独生女，这李耀辉又心眼子多，会不会？这话引人遐想，意味深长。天，有点可怕啊！可惜他离职了，不然我高低旁敲侧击一下。满怀期待兴奋的李耀辉自然不知道同事之间的唏嘘。领导，您找我。周处长没有抬头，没有说话，他也不敢有别的动作，
几分钟后，小李啊，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来，坐。然后莫等他坐下，周处长站了起来，绕过办公桌，坐到了一旁的沙发上。是这样，小李，你来咱们单位也2年了，觉得怎么样？换了地方，李耀辉莫敢坐，站在茶几前。领导很好，工作适应也顺心，同事之间关系和睦。在单位2年，跟着领导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也尝了很多见识，以后都是我人生宝贵的经验。那就好。小李啊，组织上决定交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李耀辉激动得快要抑制不住了。28岁的正科啊，全是自己打拼出来的。领导放心，我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一定不会让组织失望。好，你的下条令已经下来了，在桌子上。去了东风镇信访办公室，好好干，不要辜负组织对你的信任。东风镇，李耀辉笑容僵在脸上，不敢相信。前几天领导不是暗示自己会升职吗？怎么下调镇信访？迟迟没有动作。怎么不满意？周处长把手中的茶杯放到茶几上，淡淡道：李耀辉，你在质疑组织的决定吗？李耀辉抖了下眉，没有，坚决服从组织的命令。拿过调令准备离开的时候，周处长的声音悠悠传来：小棉是我老师的孩子，我从小看着长大的，没想到你们有缘无分，你们也都是成年人了，既然分开了，就应该体面点儿。去吧，记得在规定时间报到。浑浑噩噩地走出去，现在在看外面同事的眼神，分明就是嘲讽和幸灾乐祸。李耀辉握紧了拳头，回到自己的位置，把东西胡乱地塞进一个纸箱，抱着就走。成眠贱人，你好样的，害我丢这么大的脸，被调到郊外，有关系却不给我用。呵，等我。哎，你们干什么？一脸阴狠着出来，就看见几个大汉围着自己的车，拿着铁棍、铁锤在哐哐砸，已经快要看不出原本的模样了。住手！干什么砸我的车？我报警了。其中一个人走过来，你报啊，我们是受车子登记证书上的主人所托，来销毁垃圾的，远警来了也管不到，真是哪来的软饭不要脸狗？狗叫什么呢？晦气！你骂谁呢？侮辱别人也是犯法的。李耀辉脸色铁青，别对号入座啊，感叹一句罢了。你急什么？说完往后一招手，走了。兄弟们，拍个照，回去交差。徒留李耀辉自己在原地接受路边人的指指点点，还有听动静出来看热闹的前同事异样的眼神。生活重新归于平静的我，跟着爸妈叔叔好像又做回了上学时家里小宝的状态，每天好吃好睡，乐呵呵的。除了一直锲而不舍的电话，看着又一次响起的铃声和熟悉的号码，我利落的挂断。谁知下午刚出门就看见门口站住的人，看到我李耀辉连忙跑了过来。绵绵，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啊？我觉得好笑，人的脸皮怎么能这么厚？我们已经分手了，知道吗？陌生人懂吗？不，绵绵，我错了，我不应该听了我姐和我妈的挑拨，让你对我失望了，我都改。是我家人鬼迷心窍了，做了错事，说了傻话，我让他们来给你道歉好不好？我挣开他的手，不用了，我现在不需要道歉，他们已经受到了惩罚，别再来找我就好。抬步就要走，只听后面扑通一声，周围传来惊呼：绵绵，你怀着我的孩子，你忍心让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吗？我僵在原地，转身看着跪在地上的男人，阳光穿过枝桠，散落在他身上，清俊好看，微红的眼眶盛满了柔情和歉意，端的是一副真诚好爸爸好丈夫的姿态。我却只觉得浑身发凉。我姐、我妈他们是农村来的，
思想封建，说了一些不好的话，我让他们和你道歉。绵绵原谅我吧，我以后会做个好爸爸的。感受到周围人议论纷纷，小伙子挺不错的，他家人犯错，姑娘你给个机会吧。就是，你也怀孕了，为了孩子有个亲爸妈，比什么都强。长辈说2句而已，又不掉块肉，说了给你道歉了，太要强可不好啊。你威胁我？眯着眼睛看了他一眼，我怎么会威胁你呢？绵绵我都是真心实意的。李耀辉一脸真诚地开口，各位等你们家被别人惦记家产，作践打骂你女儿不检点的时候，还能大方地原谅，并双手奉上你家的财产。本来七嘴八舌劝导的人群闭上了嘴巴，本来跪住的李耀辉捏紧了拳头起身。绵绵，都是误会，就算你不原谅我，那给我一次向你正式道歉的机会吧。我们去对面那个茶馆聊聊吧，我以后绝对不会再来打扰你了。我想了想，点头答应最后一次，然后离我们家远远的。李耀辉订了个包厢，点了一壶茶，他一边给我倒茶，一边和我道歉。绵绵，对不起，是我听了家人的挑拨，让我们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内心冷笑，但还是顺着他。都过去了，你也要向前看。绵绵，我们真的没可能了吗？我没有说话，拿起茶壶，自己又倒了一杯。你知道我脾气的。正好他手机响了，我先接个电话。就在他出包厢一会儿后，我感觉不对，浑身无力，还感觉特别的燥热。第一反应就是中招了。我明明没有喝他递给我的那杯茶，正想拿包出去，就被人堵了回来。刚才还一脸温柔的人，现在满脸阴狠怨毒，一巴掌打了过来。我半边脸瞬间红肿。臭婊子，我说了那么多好话赔不是，你还拿瞧上了？你爸关系那么多，老领导啊，我好歹是你肚子里那块肉的亲爹啊，不提拔我就算了，还挡我路，给我发配到郊区小镇的信访部门。果然你们一家都看不起我。李耀辉，你要干什么？我惊恐地往后退，被他一把拽起头发，被迫和他对视。干什么？当然是干你啊！你说我要是把你发情，求着被人上的裸照视频拍下来，发到网上，你那个老领导父亲和在职的叔叔哥哥们会怎么样呢？你们家的脸面往哪儿搁呢？我还怀着你的孩子。李耀辉，你还是不是人？别紧张，你要是和我继续结婚，让你爸给我调回来，我就不会发的。我会好好照顾你和孩子，还有你爸妈，一举两得多好。你简直就是畜生不如。我浑身没有力气，小腹一阵阵的抽疼，我肚子疼。李耀辉，放心，知道你是孕妇，我在杯子上抹的药量不多，伤不到那块肉，这可是我的一个筹码。说着他手上的力道不减，开始撕扯我的衣服。包厢有监控。你，李耀辉冷哼，早就踩过点了，这里的监控是摆设。进来吧。我有气无力的喃喃道。什么？下一秒包厢门被猛地踹开，2个堂哥带着远景进来，按住了李耀辉，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你早就报警了。我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朝他裆部连踢几脚。你这种能装会演的阴险小人，我怎么能没有防备？和你来茶馆的路上，我就给我姐发了资讯，让她带着堂哥和远景过来。虽然没有监控，但是我全部都有录音。信访部门你也别去了，去牢里改造吧。李耀辉疼得站不起来。臭娘们，你等着，等我出来。远景叔叔，听见了吧？他还在威胁我，老实点儿，走。放心，会从重量罪的。我把手机录音传给一个堂哥一份，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放心，哥不会让他那么快出来的。就和远景一起走了。
但是我的小腹依然有点坠坠的感觉。我扶着堂姐姐，我肚子，送我去医院，让你逞能，我们直接进去抓他多好，那样拿不到录音。我要他那么龌龊的人永远不能翻身。只是没想到，他竟然在杯子上抹药。爸妈知道后，赶来了医院，看着我脸色苍白就开始掉泪。造的什么孽，遇到这么一个烂人。我没事妈，医生说了没事，那个烂人也进监狱了，一切都没事了。是我遇人不淑，识人不明，以后我和宝宝守着你和爸，咱们好日子在后头呢。好，我身体本来就弱，这次动了胎气，被按着在医院住了2周。李耀辉的情况都是堂哥给我转述的，涉嫌强奸他人并试图拍照威胁上传，情节严重，加上运作，判10年有期徒刑。放心，在监狱里他不会好过的，已经关照过了。我点头，是他应得的。出院那天，天气很好，因为医院离家不远，所以我和爸妈慢慢走着回家，就像小时候一样。突然，李耀辉他妈和他姐冲到我们面前，啪嗒就跪下了，眼眶含泪。程绵，你放了我儿子吧，他就是太喜欢你，想娶你，才做了错事。就是我弟弟为了你都要和我们决裂了，你有什么不满意？仗着怀孕污蔑我弟弟，现在进了监狱，他一生都毁了。他可是我们家第1个考上清大的大学生啊，本来有着大好的前程，听他说都要升到什么科长了。周围渐渐站了好多看热闹的人，指指点点，窃窃私语，真不愧是一家子，都玩这招。这是看上次动手不行，现在来软钉子，用舆论恶心我啊！我直接拿出录音，打开扬声器，他们口中好儿子好弟弟的威胁恐吓的阴狠声音传播开来。好家伙，这是倒打一耙，好恶心的一家啊！就是真不要脸，竟然想用这种方式威胁小姑娘一家，活该进监狱。说不定他能升职，还是他们领导看在女孩父亲的面子上呢。不知恩图报，还贪人家财产，白眼狼都不如。听着周围人对他们一家的唾骂和为我打抱不平，地上的2人装不下去了，站起来就满嘴喷粪。有困难找远景，既然自己不长记性，找不痛快，那就去警察局再冷静一段时间吧。后来听堂哥打电话说，他们拘留结束，还去我们家蹲过我。只是我和爸妈已经来宜居的海边城市养胎待产了，见我家没人，才骂骂咧咧回老家，拿出积蓄卖房子筹钱，想把李耀辉保释出来。结果被李娟的前夫知道了，上门来闹，说以后还是一家人，女婿就是半个儿，要给李娟他妈养老送终，把卖房的钱都抢走了。2人也不敢说话，不敢报警，整天以泪洗面，还被男人赶出去打工挣钱养他。彼时我正坐在阳台的摇椅上依着妈妈，吹着海风晒太阳，报应不爽，也是他们应得的。挂了电话，妈妈笑着说，你高3的时候生日许愿，说以后不结婚，就找个好看、智商高的名牌大学生交往，怀孕就分手，孩子自己养和爸爸妈妈生活一辈子，现在也算是实现了，是吗？我都忘了，我那个时候思想这么超前吗？我和你爸就是照着你那个愿望走的，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我们自然要为你以后打算的，不光现在爸妈养得起你，就算我们走了，你小叔那儿给你留的基金也够你和孩子一辈子不用为钱发愁。还有你几个堂哥、堂姐，你爸把大半辈子的人脉人情都给了他们，他们会护着你的。后来你说要结婚，我们也依着你。如果李耀辉是个正直上进的，你父亲自然会为你们铺路。可惜啊，
我抱着妈妈的手臂紧了紧，眼眶泛红。她不值得，她不配。妈妈，我好幸福。妈妈抬头轻抚我的发顶，我的绵绵来到世上就是来享福的。客厅传来声音，幸福的绵绵，快来喝刚出锅的鱼汤。爸爸亲手吊的长长。来啦！夕阳散落在欢声笑语的餐桌，是我人生中平常又幸福的一天。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记得常回来看看。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咱们下期见。